青年落下山崖，偶得奇遇，得到前辈高人传下秘法，为修炼气功，吊起石块，用力吹动，刻苦勤修下，终于能将石块吹动，一口气息吐出，火焰随之而动，可陆续将火把点燃，最终将气功练至大成。一经施展，落叶飞花皆可化为伤人利器。明末清兵入侵，崇祯皇帝听信谗言，以通敌卖国罪名，将边关守将夏侯成武满门抄斩。唯有夏侯之子小童得忠贞人士相助逃脱，藏身于南域管大娘家，与大娘之女小妹勤练武功，矢志复仇。未料某日官兵前来搜捕，众人虽合力将其击退，但藏身之所已经暴露。彼时中原各地灾情严重，管大娘叫小梅押送一笔金子前往赈灾，几人遂兵分两路各自离去。未料逃亡途中，小童再次被官兵追上，寡不敌众，不慎落下山崖，大难不死，逃过一劫。众所周知，落崖不死必得其遇。小童偶然发现神秘洞穴，入穴内，只见石壁上插着一柄宝剑，剑名追风，乃是10数年前追风剑白一鹏纵横江湖的武器。小童欲将其拔出，却见宝剑深入石壁，纹丝不动，不禁感叹前辈功力之深。他生性纯善，不忍见前辈暴尸荒山，遂徒手挖坑，准备将其遗骨埋葬。哪知挖地3尺，却有宝箱现世。但小童并非贪图财物之人，正待埋头再挖时，却偶得一块羊皮卷，正面上书箱中布有毒标，用来惩戒贪欲小人。小童这才一阵后怕，若是方才开箱，他早已命丧多时。而皮卷背面则是气功修炼法门，小童如获至宝，按图练习，深吸一口，气沉丹田，随后吐气，石块却纹丝不动，自己反而面色涨红，咳嗽不止。小童并未心急，继续苦修，终于能将石块吹得接连摇动，接着再将洞中摆满火把，一口气息吐出，便能用火焰将火把陆续点燃，意味着他的气功已达高深之境。未料此时有2名贼人闯入洞中，暗中窥探到正在专心修炼的小童，趁他闭目调息之时，2人便吹出迷烟。小童一时不察，当即中招，2人立刻一拥而上，将他五花大绑。解决了外患，便该考虑内忧，其中一人心生歹意，趁同伴不备，将其结果。这时小童苏醒，见贼人正在开箱，还想出言提醒，翻身上前阻止，对方却已身中毒标。小童随即运功挣开束缚，见贼人还想临死前杀他，情急之下随手拔出追风剑格挡，再看时对方已是毒发身亡。忽觉外面有光亮照入，小童随即运足气息，奋力推动，稍息石壁破开，外面却是别有洞天。此处犹如世外桃源，却有跛脚男子隐居在此。此人竟是追风剑白一鹏，他假死留下传承考验，就是为等一个心诚至坚的后辈来继承他的衣钵。接着白一鹏晃动树枝，簌簌树叶接连落下，小童立刻凝神运气，一口吹出，树叶随之入木3分。白一鹏颇为欣慰，遂将追风剑法一并传下。有如此名师在旁指点，小童剑法进境极快，一身武学已趋近大成。听闻外界灾荒频发，民不聊生，白一鹏便拿出一张藏宝图，让小童将宝藏取出，用来赈灾。小童当即应下，只是他心中还有疑问，为何师傅会落得这般境地？闻此，白一鹏豁然起身，这件事是他一生的痛处。当年他曾与妹妹一同回家，途中被冷家之人撞见，趁白一鹏外出之际，冷家之人玷污了他的妹妹，又将他全家老小残忍灭门。此后白一鹏身负血海深仇，待他修炼剑法大成之后，发誓要让冷家鸡犬不留。他每次出手只杀2人，将其头颅悬挂于城门示众，不仅接连斩杀冷家上下30口人，还闯入冷家将大小姐冷秋霞掳走。但他并未痛下杀手，只因在他看来，如此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杀了似乎有违道义。冷秋霞痛骂他是冷血杀手，可在听闻白一鹏的悲惨遭遇后，生性善良的他又不免陷入沉默。
隔日，冷家家主携帮手华山五鬼经过打探，寻到此处，白一鹏怡然不惧。他的剑法之所以名为追风，就是因为其出剑极快，迅疾如风，以迅雷之势斩杀五鬼。就在他正要结果冷家家主时，冷秋霞秋眸含泪求他放过自己父亲。白一鹏一时心软，随了他心愿。哪知冷家家主趁势偷袭，将他重伤后逃离。直到2日后，白一鹏方才醒来。直到此刻，冷秋霞才明白自家家人皆是背信弃义之徒，心中愧疚让他不愿离去，哪怕他杀自己泄愤也毫无怨言。白一鹏却是心生触动，声称看在他为他流泪上，不会再向冷家之人动手。之后，白一鹏将冷秋霞送回冷家，本想找到宝藏再来与他团聚，但为免冷家的冷血无祖对他不利，白一鹏去而复返，准备带他远走高飞。正欲离去时，却被冷家家主截住，但家主并未动手，反而笑脸相迎，感谢白一鹏不杀之恩，还要趁此将女儿许配给他。当晚便为2人筹办婚宴。白一鹏谨慎，并未吃冷家送来酒菜，冷秋霞遂亲自为他熬制莲子羹。哪知冷家趁机在其中下药，白一鹏并未戒备，吃下后只觉头晕目眩，冷家立时原形毕露。见白一鹏犹有反抗之力，冷血无祖立刻摆出梅花阵，随后便为索命阵将他制住。白一鹏身中迷药，当即被擒。而冷家的目的自然是他身上的藏宝图，但白一鹏早已将其藏在深山之中，声称可以带着他们去取。冷家为避免他反扑，残忍废掉他的双腿。冷家带着白一鹏在山中搜寻数日，也未能得到藏宝图。正想将他丢下山崖时，白一鹏瞬间暴起，带着一人一同落崖。对方直直落下，当场身死。白一鹏却因被树枝卸去冲力，险死还生。小童想要替师报仇，白一鹏却让他不必在意，即刻下山。小童前往寻宝途中，偶遇女扮男装的冷灵芝，因住房紧张，2人只能共住一间客房。入夜，灵芝难以入眠，小童的藏宝图却不慎掉出。灵芝心生好奇，一番查看，将图上密语记下后放回。隔日，2人相谈甚欢。临别时，灵芝将1包金子当作鉴别礼送给小童，不多时便回到冷家。原来她竟是冷秋霞之女，兴致冲冲将图上密语告诉母亲，却被一旁的冷家家主暗中听到。冷家五祖立时明白其中暗藏宝藏地点。与此同时，小童按图来到藏宝地点，终于找到宝藏，却在返回途中遇见有人受伤。小童心善，就要帮忙医治，却不想这些人竟是冷血五祖所办。刚刚到手的宝藏还没捂热就被抢走，好在五祖百密一疏，遗落了一块刻有冷字的玉佩。小童随即赶往冷家，再次与冷灵芝碰面。灵芝言称自己5位外公外出经商，这2日就会回来。为了寻回宝藏，小童借口在冷家住下。入夜，小童四处闲逛，正碰见了换回女装的灵芝，2人一番交谈，这才明白彼此的关系。得知父亲尚在人世，灵芝就要去告诉母亲，而小童回到前堂等待，却刚好撞见冷血五祖归来。看着几个老贼商议瓜分宝藏，小童年轻气盛，再难隐忍。可这几个人毕竟是老江湖，彼此实力高深，配合默契，纵使小童剑法大成，也是有些吃力。幸而一蒙面人丢出烟雾弹助他逃离，露出真容正是灵芝，让他明日前往死胡同再做他意。隔日，灵芝来到死胡同，却被小梅盯上。原是多日前小梅押送赈灾金子，途中遇上劫匪抢夺，趁着双方缠斗之时，灵芝坐收渔翁之利，抢走金子，扬长而去。幸而小童现身，出手拦下2女，问清缘由后，好言相劝，灵芝也将金子归还。当夜，小童跟随灵芝拜见冷秋霞，灵芝也终于得知父亲被自家人所害，发誓要为父报仇，如今还需再将宝藏夺回。冷秋霞母女2人里应外合，将宝藏交给小童等人。小梅带着宝藏和金子前往赈灾，小童则带着灵芝前去拜见师傅。可冷秋霞却因事情败露，被冷血五祖挟持前往寻找白一鹏。白一鹏隐居之地中，父女2人得以相认。听闻冷血五祖即将赶来，白一鹏决定不再逃避，3人立即打造轮椅，着手准备。很快，冷血五祖带着冷秋霞赶至，小童与灵芝当即迎战，
可灵芝因实力稍逊，很快便已负伤。小童遂带他来到冷秋霞身旁，随后孤身战五祖的梅花阵。但经历上次相斗，小童已有所了解，又有白衣鹏在旁指点，小童立时如有神助，轻松破阵。见状，冷血五祖再度变阵，用出当年对付白衣鹏的阵法，将小童悬在空中。见此，白衣鹏乘轮椅飞来，出其不意瞬杀两人。小童则趁一人不备，挥剑将其斩杀。剩余两人见势不妙，刚想逃命，小童立时追杀而至。如今梅花阵已破，追风剑法再无制约，威能尽显。小童反手使出追风剑所藏暗器，当场便结果一人。剩下的五祖还想垂死挣扎，却也是徒劳无功，接连遭创。临死前还想用暗器偷袭，白衣鹏舍弃轮椅避过，小童则飞身而起，顺势一剑骤然劈落。作恶多端的冷血五祖终于尽除。